6月3日星期二，先恭喜《藏海传》抖音主话题量突破100亿，成为2025年度爆款剧集。昨天《藏海传》播放量再破1.18亿，又创新高。《藏海传》今夜开启超点，《藏海传》后面绝对有大刀，还有野生编剧即将大爆发。二创剧粉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有网友说，我一想到《藏海传》今晚就超点，明天就不用等更新，以后都不能再像这几天这样和网友们讨论剧情，也不能和野生编剧们又笑又闹，我就难受的午饭都吃不下去，很失落很空虚。吃了《藏海传》这样的大餐，以后可怎么办？郑晓龙剧本写好了吗？肖战收拾好了吗？速速二搭，别逼我跪下来求你们！今天上午看片方的新剧照，庄二初入军营被孤立，最后那个小气长向红收留他。再后来，庄二去边关藏海，让向红跟着去了。他居然是女尊国的人，是来大庸当间谍吗？今天上午，高明的扮演者梁超还有直播，他对肖战赞不绝口，说他具备艺术家品质，德艺双馨，人品极好，贴心待人，生病了也很敬业。他还透露，拍摄期间肖战还去了2次医院，看来肖战的扁桃腺发炎真的很严重了。他还说肖战是卷王，卷到大家都要努力不好意思掉链子，以及肖战熟悉剧本，对剧本要求极高，要有逻辑，只要对句好，成全他人绝不自私。这方面大家懂自懂。比如众所周知，有些剧配角还要让妆，肖战在业内的口碑真的超级强，合作过的都特别喜欢他，夸起来走心的很。昨天追完剧，在微博刷剧评，原来藏海和皇上2024年央视举办的 CMG 第2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上就见过，真是奇妙的缘分。皇帝老儿居然给藏海颁奖过。还有网友分享，当初有代拍到肖战在藏海传剧组看到猫狗吵架去劝架，然后周琦采访时说他养了条猫，女主养了条狗，经常在剧组掐架，对上了，都对上了。肖战应该就是劝架这2只，劝架场面如这张图片所示，太可爱了吧。6月2日藏海传收视率方面，今天的峰值 2.3326， 均值 1.8226， 符合周一必跌的震荡规律。然后昨天的酷云占比是 40.01%， 云和占比是 36.4%， 是真的吸干大盘了。我看比第2到第5名加起来都多。今天的网播还是一路高歌，势如破竹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个时段破1000万了。今天的网播量铁定又会创新高了。今晚网播的2集那个团圆饭看得难受死我了，我们藏海真的一脸可怜巴巴，想做梦一样的看着大家，生怕是一场一碰就碎的梦。演得太好了，但是还没结局就有这种场面，后面肯定有刀。明天开始看剧记得准备纸巾。咱们肖战的藏海传真是全员上桌吃大餐，爆剧是一群人的狂欢。藏海传的播出真的是让每个参演者都有效出演了，女主香岸图火了，庄之行这个角色都火了，还有黄觉饰演的平津侯也火了，甚至连最早下场的杨真、瞿娇、楚怀民等这些配角都很火。饰演楚怀民的演员叫沙宝亮，一首《暗香残留》的梗更是大出圈，真全员上桌。藏海传班底真的很难的，每个人不论主角配角都把自己的人物核心理解得很到位，演技全员在线。藏海传真的不吝啬于给配角高光，小演员狗剩一句爹娘我不怕死，赚了多少人的眼泪。为了守护藏海身份秘密的村民，一路赶回报信的路径，每个人的镜头都可圈可点。这些角色虽戏份有限，但通过复杂的人性刻画、高光戏份，给予主线的紧密联动，为剧情注入了层次感和感染力。钟汉良仅在第1集短暂出场，便以隐忍克制的表演引发观众共鸣。陈妍希也突破以往甜美形象，饰演一位在灭门惨案中失去女儿的母亲，其角色展现出母性在极端情境下的复杂性，成为剧情早期的情感爆点。陆进一角尽管仅登场1集，角色高光段落仍引发打戏天花板的讨论。剧中连短暂出现的平民、仆役均有完整的人物弧光，让观众感受到每个角色都在认真活着。郑晓龙严格把控角色塑造，要求配角既服务主线又独立鲜活。观众普遍认为该剧全员上桌的群像塑造，刷新了古装剧标准。
配角的高讨论度印证了其成功。该剧大到复仇专业户藏海，狠辣残暴的平津侯，小到卖猪肉的屠夫，和藏海一起殉葬的工匠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片段。《藏海传》成功营造出桌边挤满人的观剧体验。这种全员上桌不仅是角色数量的体现，更是剧情张力与观众参与感共振的结果。主角高能，配角出彩，《藏海传》里没有一条生命是轻飘飘的，是一部尊重每一个观众的剧，哪怕它只有半分钟镜头，这才是正经电视剧应该有的。主角不怕被配角压戏，配角大展风采，凭实力上桌。网友评论说，看《藏海传》才明白，没有谁的戏份是多余的，全员上桌的戏必定是好戏。最后，在大结局揭晓之前，看到有网友又再重新复盘一下10年前的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藏海在含章殿中不仅找到了鬼玺，还发现了父亲和当今皇上曾是故交的秘密，便推断当年父亲修缮封禅台，实为受皇上所托暗中寻找鬼玺。找到之后，他立刻交给了皇上。皇上之所以藏起来一直没用，是因为他手中没有铜鱼，无法打开。所以藏海断定皇上并非第三人，他并不知道铜鱼的存在。否则的话，以皇上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是不可能让平津侯和曹公公瓜分另外2条铜鱼的。10年前，智奴曾亲眼目睹平津侯拿走了父亲身上的3只铜鱼，但父亲为什么只给了皇上鬼玺而没有上交铜鱼呢？说明陆燕之意并不可靠，以至于父亲甘愿冒着欺君之罪也要有所隐瞒。通过皇上的回忆，当我们得知蒯爹把鬼玺交给皇上后，他从皇上的神情变化中看到了君王对于权力的欲望。皇上在说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呀那句话时，显然已动了杀机。蒯爹回京之前，从东夏女王那里得知鬼玺一出，天下必定大乱，所以他在见皇上之前应该都在犹豫。而在和皇上一番对谈之后，他感受到了皇上的野心和杀气，因此只交出了鬼玺，而把铜鱼留了下来。他交给皇上的鬼玺和留在身上的铜鱼一定都是真的，因为他即便想造个假的出来，时间也不允许。所以是不是可以大胆猜测，除了铜鱼是开启鬼玺的钥匙之外，应该还有第3样关键的东西，或者是密码口诀之类的。于是蒯爹从密道走出含章殿后没有回家，而是很有可能先去了趟刘贤墓，留下了第3样东西或是密码口诀的线索，然后又从西南方向返回。这也是为什么他明明告诉皇上他是从北边回京的，而官封看到的却是他从西南方向回的家。为了避祸，蒯爹当即提出要致仕归乡，皇上却问他一路是否有异样，以及是否有人知道他回京，还打探他是否先回过家。由此可以推测，蒯爹秘密回京的消息，大概也是皇上让孙公公故意透露出去的吧。再加上楚怀民的告密，让平津侯认定蒯爹已经找到了鬼玺，赶来截杀。所以尽管皇上没有直接杀蒯爹，但他却默认并纵容了灭门惨案的发生。因为蒯爹掌握了自己太多的软肋，留着就是个祸患，而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他的秘密。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，快乐就像。